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现在夏天到了，在夏天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记住4个字，叫做扶阳祛湿。就这4个字，只要你把它做好了，你会发现这个大水袋里面的水啊就存不住了，慢慢的就流出去了。其实我讲的这句话的意思啊，咱们所有的家人朋友们都懂。那么夏天咱们怎么做呢？来，我给大家分享2个方法啊，这2个方法都非常的棒。一个呢就叫做拍8虚。那么拍8虚这个方法其实非常简单，无非就是8个窝。那么以前的人认为啊，这8个窝啊都是一些蓄水池，咱们只要把这8个窝给它打开了，那么这个水啊自然而然就流出去了。那8个窝是在哪里呢？首先你先跟着我去做啊，咱们一边做一边讲啊，双手肘窝啊这样的。你看，我们用我们的手掌呈空心状态，你看1、2、3、4，这么去打啊。这个手啊慢动作就是这么放，然后慢慢的我们做习惯了以后，把我们的身子微微往前，整个人的肩膀是前后晃动。你看1、2、3、4，做快一些，就这样，身子晃起来，用你的胯部开始摇，把这个动作做好。这样去做，每天去拍上一个100下。双手肘窝拍完以后，我们还有第2个地方是哪里呢？就是到我们的腋窝，双腋窝。怎么去拍也非常简单。你看，我们把手啊抬起来，把这个腋窝暴露出来，手一定要成什么样？手要成为一个空心状啊，握着拳啊，半握空心状。你看，听这个声音，这么去拍，每天50下啊，单边50下，把它拍开。从我们的肘窝到我们的腋窝啊，就这么去拍。双手肘窝拍完以后，就拍双手腋窝50下啊，跟着我去做，慢慢感受一下啊。打开以后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好，当你的肘窝和腋窝都拍开了，然后就到哪里呢？就到我们的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也是一个窝，是不是？很多人感觉啊，我站起来以后平平坦坦的。你别忘了啊，咱们究竟是站着多还是坐着多？大部分人啊是坐着多。那么坐着多，腿一折，你看这里有个沟，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腹股沟。那么就这个沟，我们把我们的你看腿一折，这里就有一条线，看到没有？我们就把双手你看也是空心状态，就这样。从侧面看，把我们的腹部收紧，这么去拍，慢慢的拍下去。手是什么样？呈空心啊，你别啊做的时候，你这个手啊就呈实心的。那么拍下去的时候，你看这个声音是发闷的。我们手声音一定要是什么？这样的声音，听到没有？把这个动作做好，手往下挥打，同时腹部收紧啊。做的时候，你甚至还可以有一些微微的顶胯迎上去。这么去拍，把它拍开。这个动作我们也依然是50下，2个手一起去做。再后面就是到我们的双腿后侧了，这个叫做腘窝。我来演示给大家看。那么双腿后侧的腘窝呢，就在这儿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。我们在拍的时候，身子微微弯曲，把你的2个腿啊，一定要向内夹，有点像那个咏春的姿势。为什么呢？向内夹形成一个3角形，即便是我这个腿啊一拍弯了，你整个人是稳定住的。如果你这个脚尖朝前，你这么一拍，人可能一站不稳啊，就跌倒了。所以我们双脚向内，把它暴露出来啊。后面看一下啊，就这么拍，拍开。一般去做上一个50下、100下。当这8个窝打开以后，你应该浑身上下都出了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8个地方啊通的，而且你做完以后啊，整个大汗一出，酣畅淋漓的，非常的畅快。这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第1个方法。说完了第1个方法，咱们还有第2个方法是什么呢？就是像我一样在户外多晒晒太阳。你要知道啊，在夏天的时候，特别是早上10点钟、11点钟，这个时候的阳光啊是非常棒的。咱们小区啊最近有一群大爷大妈，每天早上啊我就能看到啊在天台上面就趴在这儿，就在这儿晒太阳。那么大爷呢，他是把整个背啊露出来；那大妈呢，她一般是头上蒙着一个毛巾，背上就不露了啊，就这么趴着，一边晒一边聊天，感觉非常的惬意啊。其实晒太阳这个啊，从以前开始，很多人在夏天都会去晒，但是咱们晒太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，把我们的这个位置啊，给它去怎么样，把它包上，留我们的大椎在后面给它晒住啊，头上给它包住。一定要记住，因为有很多人啊，他平常是比较弱的。
这个太阳的光呢，以前把它称之为，你看在天上啊，就像火一样那么热，所以叫做天火。这个火呢，一般人如果你弱一些，它不一定能受得住。所以，我们晒太阳的时候，其实看似简单，实则呢，我们每天不要过超时啊，每天就再晒一个10分钟到15分钟，甚至可以咱们一边锻炼的时候一边晒。比如说像我现在背对着太阳，然后呢，我一边晒太阳，一边把我们的手啊去敲击我们的肾腧这个位置。你看，咱们就这样啊，踮着脚去敲啊，非常简单，对不对？就背对着太阳，每天就这么踮着啊，把你的腹部收紧，把我们的肾腧这个地方撞一撞，这么多敲一敲，撞一撞，你对着太阳，这个一个夏天你只要能坚持下来这2个习惯，咱们先讲的这个拍八窝啊，就是也就是说拍八虚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晒太阳，这2个习惯你只要能坚持下来，你会发现不一样。这就是大伟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方法，都非常的好，希望大家能够把它收藏下来，并且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。夏天是一个非常好的季节，大家不要错过了，错过今年的夏天，那么也就只能等到明年的夏天了，因为季节这个东西啊，它过去了它就回不来了。好了，我是大伟，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，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微博，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，在我这里都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。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咱们人啊，身体上面湿气一重，就会变得又虚又懒，而且身体啊还特别容易发胖，体质变弱。老古话说的非常好啊，叫做千寒易去，一湿难除。这个湿气啊，为什么难除呢？因为湿气啊是一直在我们的身体上面不断的产生。湿气啊不仅仅和我们的地理位置有关，和节气有关，而且呢还和我们的体质强弱有关。我们如果身体上面的湿气啊不及时的去除，那么身体当中的湿气啊就会一直困扰着我们身体上面的健康，不仅仅啊会影响到我们脾胃的运化，而且还会使我们整个人变得懒惰、没有精神，身体上面虚弱发胖。其实咱们的身体上面藏着8个祛湿口，这8个祛湿口啊非常的重要，只要把这个8个祛湿口啊打开，那么湿气啊就会从这个祛湿口当中啊排出去，身体上面没有湿气了，就会变得清清爽爽，人啊会变得特别的轻松。今天啊教给大家一个方法，打开我们身体上面的8个祛湿口，让你的身体啊更加的好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来看方法怎么去做。做动作之前，咱们需要准备2把经络拍，这2把经络拍可以轻松的打开我们全身的经络，让身体不再堵，身体啊变得更加的好，更加的强壮。这2把经络拍啊，居家备上2把，真的是非常的好。接下来我会用这2把经络拍来给大家演示动作怎么去做。首先，咱们从上至下依次来讲这8个祛湿大窝。第一个啊，当属我们的腋下。大家如果留心观察，会发现腋下是出汗最多的地方，可以说是我们排湿口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。同时呢，腋下穿行着大量的这个神经啊、血管，包括里面还有淋巴，所以呢，这个点啊非常重要。现在呢，我们手持2把经络拍啊，利用它的一个拍子的弹性去进行轻轻的击打，每一下2下啊，你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啊，你看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，这个手抬起来啊，把腋下完全暴露出来，同时用这个经络拍的这个弹性啊，你看轻轻的击打在上面，就这样啊，反复多次的啊，咱们就这样去做啊。一般来说，我们去数拍打个80下到100下啊，就这样去拍。拍起来的时候啊，有一些酸，有一些胀，有些朋友啊，因为长期堵着，所以这里呢拍起来啊，它都会有一些疼。自己呢平常没事啊，也可以在这里啊揉一揉。如果你发现啊这里一摸起来啊特别的疼，那么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注意了，要把我们腋下的这个祛湿口啊及时的疏通。好了，腋下讲完了以后，第2个祛湿口是哪里呢？我们说手肘啊非常的重要。你看这个手肘啊，它也是一个窝，我们称之为肘窝。这个肘窝其实拍打起来啊非常的简单，我们只需要把手肘肘窝看暴露出来，手肘伸直，用拍子，你看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啊，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像缠腕啊，把这个手腕你看一旋，1、2、3啊，慢动作给大家看，我们就这样轻轻的拍打，很有节奏的。我们甚至啊做的时候，可以为了锻炼我们的腰腹，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身体啊，你看旋转起来，给大家做个完整的演示啊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每一下敲的时候啊，都是让我的肘窝完全的暴露，身子呢，你看可以微微的往前倾一些啊，就这样去做，拍打起来啊，酸酸溜溜的啊，非常的舒服啊。这2个大窝你拍通了以后，你会发现你上身
的经络啊也通了，而且手上的一个气血循环会变得更好，手上感觉微微的发热，是非常的舒服啊。第二个窝呢，就是我们的肘窝，也建议大家去拍上50下到100下。现在咱们来讲第三个窝是哪里呢？就是我们的腹股沟啊，也就是说我们大腿根部，你看腿这样一折，你看这里啊有一个沟，咱们称之为腹股沟。这个腹股沟啊非常的重要啊，跟我们的这个腋窝啊可以说是在同一条线上面的，很重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很多朋友啊这个腿脚不好，腿脚气血循环不好，包括着啊它这里啊穿行着很多重要的一些血管，所以呢我们这个里面啊一定要把它拍通啊。你看我们做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把我们的腹股沟啊完全的暴露出来。什么叫完全的暴露呢？我们要做一个什么呢？微微的，你看往外顶胯，同时把我们的脚尖，你看往外打开一些啊。你千万不能什么呢？把脚尖并起来啊，然后呢，同时这个腰啊是弓着的。那这样的话，就把我们这个沟啊给藏起来了。我们怎么把它打开呢？你看脚尖微微朝外，同时膝盖啊对着外面，然后把我们的这个胯部啊往前顶一些啊，然后来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啊，就这样去拍，这个拍起来的感觉啊是非常酸爽的。因为很多人啊长期久坐，导致了身体上面啊气血不循环，最容易堵着的点啊就是我们的腹股沟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按照这个姿势啊把它摆好，然后呢胯往前一顶，我们就轻轻的这样去敲打啊。在敲打的时候啊，不仅啊锻炼了我们的手臂，同时啊把腹股沟拍通了以后，你会发现你的膝盖啊、你的脚底啊都会微微的发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通呢，我们的下肢的气血循环也就好了啊。我们就这样去拍，你看拍的时候啊，你看非常的简单，非常的省力，就是拍子敲击上去以后，你看一绕，你看手这样一绕，绕过来，第2下、第3下、第4下、第5下啊。拍子啊和我们的手去拍有本质性的区别。我们手去拍的话，它只能打到我们的皮，打不到里面深层的肉，开不了经络。但是拍子不一样，它这个啊做的非常的结实，所以呢，我们拍的时候啊，你看它的这个声音啊和包括这个击打感啊是完全不一样的啊。所以呢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我建议大家准备2把拍子啊去做啊，效果更好。好了，最后一个窝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窝啊，是哪里呢？就是我们的国窝啊，这个点啊。这个点啊，其实有一句话啊，叫做腰背委中求。咱们的国窝啊，也有一个重要的点叫委中啊，就是我手指的这个位置。这个位置啊，其实很多人啊仔细去摸，它这里啊是凸出来的，有一根大筋在这里，而且呢，长期凸出来就会导致我们的下肢啊它会肿胀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去做我们国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。你看，大家从后背演示一下，这里呢是最难放松的，因为我们做的时候正常用手做。啊，我们容易把我们的膝盖怎么呢？一打膝盖就弯了啊，容易受伤。同时呢，这个膝在下面，我们自己做也不好做，用这个拍子就非常容易解决了。你看，我们这儿站直啊，轻轻松松啊，就把我们的肘啊给它拍通了。啊，你其实还可以顺带着什么呢？把我们的整个大腿后侧啊，你看拍个30下左右，慢慢往上移，啊，再拍一个30下左右。慢慢往上移，啊，把我们大腿后侧啊也给它拍通，啊，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动作。大家可以看，我们做的时候啊，因为咱们这个拍子啊它是有弹性的，所以呢，去拍的时候呢，只要轻轻的把我们的手腕，你看这样一抖啊，它就可以轻松的把我们的这个后面的这个国窝啊给它拍通，啊，非常的舒服啊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身体上面的祛湿8窝，每天坚持去训练，其实累积起来啊，不超过10分钟，你就能让你的身体当中的湿气啊干干净净。同时呢，这8个窝打通了，你身体上面的气血循环也会变得更好，身体啊变得更好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。最后还要提醒大家一下，咱们准备经络拍的时候啊，一定要准备2把。为什么呢？一把经络拍只能作为一个被动的敲敲打打，它没有办法编排出动作。但是2把经络拍不一样，咱们可以把它编排出更多的动作，从而达到既锻炼了身体，又疏通了经络，让身体啊更好，充分的发挥这个经络拍的一个价值。好了，我是大为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同时希望大家把这个视频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脾胃不好的人，身体里面湿气过重的人，在夏天啊会非常的不舒服。为什么呢？第一个啊就是吃。那么很多人夏天啊都喜欢吃冷饮，但是你脾胃不好啊，你就不敢碰。你只要一吃冷的东西啊，就很容易拉肚子。所以别看冷饮、冰淇淋啊，别人吃起来那么香，但是你再馋你也得忍着。第二个啊就是说，
空调房啊，这个夏天啊，外面又热，你到家里面肯定要把空调开来。但是你空调只要一开，立马啊这个关节啊就会发冷啊，整个人就会感觉这个血液往下肢循环的血液会变得非常的不通畅，甚至待久了以后啊，肩膀和头部啊也会有发冷的现象，所以总是感觉非常的难受。那么为什么在夏天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？因为在夏天咱们身体当中的阳气啊处于一个外浮外散的状态，那么空气当中的湿度啊又非常的大，所以啊这些综合的因素啊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里面一些功能的运化，导致了我们在夏天啊身体会变得非常的难受。那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？其实也非常的简单。今天大伟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好的动作，就可以很好的帮大家啊调节一下我们的身体的一个情况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。那么我们首先啊要去做一个抬腿。抬腿的动作，在抬腿的时候，注意腿尽可能的抬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抬腿的时候啊，咱们可以很好的去活动到咱们的腹股沟。腹股沟这里啊，它这个血管啊比较丰富，在活动它的时候啊，可以有效的去刺激我们血液下行啊，刺激我们整体的一个血液循环。所以呢，在抬腿的时候呢，咱们要去击打哪里呢？击打咱们的足三里啊这个位置。足三里是非常有名的啊，对于我们脾胃不好的人来说，所以我们就抬腿啊，去敲啊，这个敲的面积啊，因为非常大，所以我们只要去往这个位置啊，尽量去敲就可以了。膝盖下方啊，咱们去1、2、3啊，大家注意看啊，换个角度，1、2、3啊，力度不用很大，轻轻的力度就可以了。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你每天去敲一个100下，敲完以后啊，这个酸疼的感，刚开始敲可能会有一些酸疼的感觉，但慢慢的它会往下去辐射啊，这个感觉啊是很正常的。而且做完了以后啊，你会发现啊，这个血液啊它会往下面跑，慢慢的这个脚底啊就会发热，整个人啊这个腿脚啊活动一下会变得非常的舒服。但是还是有一点提醒大家，就是很多人刚开始做的时候啊，这个腹股沟这边会比较的酸。那么这个酸的过程当中啊，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，因为这里的肌肉啊咱们运动的不多，所以做完了这个动作以后，如果你感觉酸的厉害，就把腹股沟这里啊给它敲打啊，给它放松就可以了。这个动作建议大家每天做啊，每天去做一个100下到300下啊，就这样去做一做就可以了。我是大伟，大家关注我的视频，每天大伟都会分享一个不一样的养生动作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咱们的身体上面藏着8个祛湿口，这8个祛湿口啊，每逢到了春夏之际啊，就会完全打开，排空身体上面的湿气。湿气大家都知道啊，湿气越多的人，那么他的身体啊就会越虚，身体上面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小毛病，而且啊浑身没劲，每天过得浑浑噩噩的。有些朋友啊还特别的嗜睡。这8个祛湿口啊，可以说和我们的湿气啊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。在春夏之际，如果这8个祛湿口堵了，身体当中的湿气啊就没有办法更好的排出体外。所以呢，今天教给大家一个动作，就是打开我们身体当中的8个祛湿口。这8个祛湿口打开以后，让身体里面的湿气啊排得干干净净，浑身上下清清爽爽。好了，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做。如果感觉有用的，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，并且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，每天跟着做。做动作之前，咱们需要准备2把经络拍。这2把经络拍啊，非常的结实，而且非常的耐用，专门疏通我们身体上面的经络，把堵的地方变得更加的通畅。居家备上这2把以后啊，健身通络非常的好。首先，我们从上到下去讲这8个祛湿口啊。首先是我们的腋下，大家会发现啊，一到夏天，很多人的腋下都容易出汗啊，出汗的地方最多。所以呢，腋下是我们身体当中的祛湿口。我们怎么去打通呢？非常简单，手臂抬起来，用这个拍子看，1、2、3、4、5。大家注意啊，做这个动作细节是什么呢？拍子打过来，你看我这手啊有一个挺胸的细节，直接敲打上来，要把我们的腋下完全暴露出来啊。做动作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有节奏啊，不能为了光拍而拍。当你的腋下堵了以后，我们朋友啊拍起来的时候会感觉什么呢？啊，感觉拍得起来有点疼，有点刺刺挠挠的感觉啊，这个呢就是堵的感觉。所以呢，我们经常每天啊去拍上个50下，把腋下这里可以打通，那我们的祛湿口啊就能完全打开。好了，腋下讲完以后，就是我们的手肘。手肘这里啊非常的重要，怎么去做呢？非常简单啊，你看我们的手啊自然往前去放开，放开以后呢，用拍子，你看。身体的一个扭动啊，带动我们手腕的一个转动，你看，自然而然就打在我们的拍子上啊，手就这样环绕，轻轻松松就把我们的手肘和腋下这2个祛湿口啊给打开。
啊，就这样去绕。非常的简单，依然每天做上50下到100下，你会发现打通完这2个去湿口啊，整个人啊会感觉非常舒服啊，身体上面感觉特别的畅快。好了，我们再讲下面的4个去湿口，非常的重要。腹股沟这里有大多数的人啊都是堵的，你可以用手啊去摸一摸啊，是不是感觉里面有一些小筋结、小疙瘩啊？这里啊，只要你长期久坐，我们的气血啊过来，因为腿是折着的，就不容易流通。腹股沟一堵，你的下肢、腿部都容易堵，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用拍子啊去击打我们的腹股沟啊，反复的击打，来回的进行一个敲打。在敲打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做一个什么呢？就是转胯，大家注意看，这是转胯啊，拍子敲打下来，转胯去做一个迎击啊，把2个力量合二为一啊。你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啊，每一下要拍的结结实实的。大家从侧面看我的动作，每一下都非常的有力。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每天拍上50下，你的腹股沟啊就会被打通。最后一个呢，就是我们的腘窝，腘窝啊就在我拍的指的地方啊，也是我们腿部弯折的这个点。这个点啊，很多人啊都是不通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啊是很少有人啊能够触及到的，也很少有人会去主动的给它做一些疏通。我们用拍子啊，只要站着啊，手自然下垂，你会发现啊，这个拍子就抵在我们的腘窝处，我们只要来回反复的，你看。拍打就可以了，手交叉的往前去拍，这个拍子它有一定的弹性，所以我们不需要弯腰，只要站着收腹啊，把拍子放在这里，来回反复的进行一个敲打，做一个50下到100下就可以了。做的时候啊是非常轻松，而且非常简单的。很多朋友腘窝不通，所以打起来的时候啊，它的感觉里面啊会发胀、发疼啊。这个呢，就是因为你的腘窝啊太少疏通了。这几个动作大家一定要记下来，然后收藏下来这个视频，每天啊就坚持的去练。这样的话呢，你的身体上面这8个去湿口打通了，经络疏通，气血通畅，整个人啊湿气没了，身体啊是既轻松而且还强壮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分享到这里，最后给大家讲一下，咱们的经络拍啊一定要准备2把，一把的话呢只能作为一个被动的拍拍打打，它编排不出动作；2把的话才能把这个经络拍的性价比啊发挥到最高，编排出各种各样的动作。好了，我是大伟，感谢大家观看，谢谢大家。